他说他还把中乐透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。在他中奖的前3年，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梦到自己中奖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， 今天要分享的是用吸引力法则中乐透的真实案例哦。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3集了，前2集都大受好评，所以我又去找了一个厉害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。这是一个英国的男性，在2019年的时候，他中了英国的乐透100万英镑，就是刚好100万英镑。那他整个中乐透的过程呢，完全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的教科书。他做了非常多努力，他做了很多想象力的练习，今天就会一一跟大家分享。我会讲一下他的故事背景，他是怎么中乐透的，他是怎么买到那一张中奖彩券的，他是怎么用那笔钱的，他的现况，还有他给大家的建议哦。你可以拿纸笔出来抄笔记了，今天的内容非常精彩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Daniel Howard， 他今年大概38岁左右，他是一个英国人。那他从1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投资股票了，算是非常早熟的男生。2008年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他就进入了英国的高盛集团，就是一个很像华尔街的工作，就是在高盛集团的证券股票交易所里面工作。那个工作是大家人人称羡的一个 dream job， 也是他心目中的 dream job。所以他2008年进去之后呢，他就是好像得到了自己梦想中的职业，这样子很开心。但是过没多久，那时候刚好遇到一波金融海啸，你知道美国就有个银行倒闭了，那也波及到了全世界，他就也很不幸的就被裁员了。他就发现说，虽然我得到了我理想中的职业，却被裁员了，好像没有一个工作是很稳定的。所以他就想说，那要怎么赚大钱呢？那赚大钱的方法有很多种嘛。他想一想，他就以这个风险跟投报的角度去想，就发现买乐透好像是一个风险很小，而且投报率极高的一件事情啊。因为一张乐透也才2-3块英镑，就可能换来一个好几百万英镑的一个回报率，所以他觉得这风险很小，而且投资报酬率蛮高的，所以他就在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，想要中乐透的念头。到了2012年的时候啊，他那时候27岁，有一天他看电视呢，他就看到欧普拉在访问金凯瑞。金凯瑞就是美国很有名的好莱坞的演员。那时候金凯瑞就有跟大家讲，他一开始在好莱坞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名，他是先从小角色那种跑龙套的角色开始做起的。他一开始真的非常穷，都只能睡在自己的车上，非常落魄。那有一天他就想说，这样不行了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变得有钱。 So didn't you write yourself a check? I heard that you did. Is that true? I wrote myself a check for $10 million for acting services rendered, and I gave myself 5 years. 他就随身携带这个支票，常常看这个支票，然后常常想象已经拥有了1000万美金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他就演到了这个《阿呆与阿瓜》这部电影，那部电影马上就轰动全世界，票房超级好。金凯瑞就在那部电影当中得到了片酬1000万美金。Just before Thanksgiving 1995, I found out that I was going to make $10 million on, I think it was Dumb and Dumber. Dumb and Dumber, yeah. 那 Daniel 他看完这个节目，立马冲去房间找一张支票，就写了一张支票给自己。他写的是100万英镑，而且他希望的来源是从乐透来得到。那他就把这张支票放在他的床头边，每天早晚都去看，就是晚上睡觉前去看它一下，摸它一下，甚至还会亲一下这张支票。每天早上也是，而且还会告诉自己说 Daniel 啊，你在35岁之前一定会中乐透100万英镑。2012的那时候他还是27岁而已，他那时候目标就是在35岁之前一定会中乐透。他每天都会告诉自己哦 Daniel 啊，你在35岁之前一定会中100万英镑。这句话每天讲很重要哦。他从那时候就开始会固定去买乐透，几乎是每个礼拜都会去买一张。那我要先解释一下他那个乐透的机制。你买了一张彩券之后，上面会有一个序号，每个礼拜呢，他们就会直接从那些序号卖出去的序号里面抽出一个人，那个人就会直接得到100万英镑。所以它不是人工选号，也不是电脑选号，它是每一张彩券都会有一个序号就对了，而且是每一周都一定会抽出一个100万英镑的人，所以有点像是抽奖的概念。而且这100万英镑呢是不需要另外缴税的，拿回家就是100万，不需要再给政府抽成。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还有就是他会在晚上睡觉前呢，躺在床上的时候想象，就脑中会有一幅画面，是有点像是 Excel， 里面有很多格，然后每一格都是不同的序号，
然后他就想象自己的那个序号突然被选中了，颜色跟别人不一样，他就是常常在想象这个画面。他说他还把中乐透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，什么意思呢？工作你不是每天都要出现吗？每天都要去打卡，可能还要开会啊。他说把中乐透当作工作的意思就是呢，他每一期都会买，就好像是去 meeting 一样，你固定一定要出现嘛，你们不买的话你怎么会中嘞？他从2012年到2019年那7年的时间，每一个礼拜都会买，但他就是用零钱去买而已，不要花太多钱去买，控制在自己的预算之内。他花了7年的时间显化100万，真的非常非常有耐心。再来是说话的方面，他其实也常常会跟朋友讲到中乐透这件事情，那他朋友就会说，如果你中乐透之后，你想怎么用呢？没有如果，不是如果，我是一定会中 ，OK， 不是如果哦。然后他朋友就会笑一笑，好，你一定会中。他说在说话的时候也要非常注意，不是如果，是一定会中。你可以不用跟别人争辩说我一定会中，但是你心中要觉得你一定会中。再来还有一个是，他每个礼拜日下午都会想象自己已经有那100万的样子，他就会想象要怎么用这些钱啊。他就喜欢上网去看一些很漂亮的房子，因为他的目标是想要买一栋房子。他也很喜欢去看一下室内的摆设，就是会去想说，我之后买的那个房子应该要怎么摆设。所以他就喜欢去收集一大堆这种很漂亮的照片，然后放在资料夹里面，常常去看，常常去幻想。他说呢，在中乐透之前，你要想象自己已经有那些钱了，不是叫你去外面就直接去挥霍哦，就是说你在心里面可以想象说，你要买怎么样的房子，你要怎么样的室内装潢，你就可以在心里面先想了，而且在心里面想是不用花任何钱的。他说这个方法非常好，他几乎每个礼拜日下午都会这样做哦。再来他说啊，在他中奖的前3年，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梦到自己中奖了。他说那个梦是非常非常真实的，跟一般的梦完全不一样。一般的梦可能你醒来之后你就会有点忘记了，可是那个梦就是真实到分不清楚是梦还是现实的那种梦。所以他做完那个梦之后呢，他就更确认自己一定会中奖了。在2019年1月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中乐透的半年前，他就开车去那个乐透公司的总部，那个总部就是去领奖的地方。他就开车去那个总部，然后停在那个停车场，他就看一下这栋建筑，就想象自己走进去这个建筑物里面，然后走到2楼去，开门握手打招呼，然后看那些人跟他讲说，先生，恭喜你中了100万。然后想象自己领到那个支票的那个画面。这是在他中奖前半年就去做的事情。他说中奖之后呢，他就真的进去了那个建筑物，真的到了2楼，真的跟那些人握手，然后那些人就跟他讲一模一样的话，完全就是他半年前就想象过的。那我们要来讲一下他是怎么买到他那一张中奖的彩券。他说你平常要保持一个心平气和是非常重要哦，因为呢那一天他刚好是要去跟一个女朋友约会，他女朋友很喜欢向日葵，他每次约会的时候都会去买向日葵给他。那约会前他也是赶快跑到花店去，然后要买向日葵。可是那一天那个花店的人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很不好，态度非常非常烂，就跟他说我们没有向日葵，我们只有玫瑰花，你不要就算了。然后他也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这个打工仔好像也没看过，不知道是哪来的人，脾气又很坏。他就很心平气和说，没关系，那我就去别的地方买好了。他就走到旁边的一个小超市，刚好就有一大堆向日葵在卖。他就买完之后呢，刚好就有零钱。他自己平常其实有一个小小的仪式，就是如果刚好买东西有找一些小小的零钱的时候，就会拿去买一下彩券。所以他就拿那个9块英镑去买了4张彩券，2张是这个礼拜的，2张是下个礼拜的，就刚好就把那9块英镑用掉了。非常幸运的，其中1张就是中奖的彩券。他后来呢，想要跑去原本那间花店去找那个人，想要跟他道谢，因为如果不是他那个脾气很坏把他赶走的话，他不可能去另外一间店买到彩券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回去那个花店的时候，已经找不到那个人了，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脾气很坏的打工仔。他完全就是想要感谢那个人。他中乐透的那一天，就是他34岁生日之后的1个礼拜，也完全符合他在35岁生日之前会中乐透这件事情。他一开始还觉得该不会是个广告信吧，他也不敢相信，直到他打电话去总部确认之后，才知道真的中奖了。他就真的去总部的那个建筑物里面去领奖，那些人就真的讲了恭喜你中100万，就是跟他想象中一模一样的句子。他就很开心的把那个支票带回家。那他怎么用那些钱呢？首先他就买了一台全新的车子给他爸爸妈妈，
因为他爸妈刚好车子坏掉需要一台车，所以他就可以买一个全新的很棒的车子给他爸妈。那自己呢，就买一间房子给自己，完全是用现金，不需要贷款，因为那就是他的梦想。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，可以请朋友一起来 barbecue。房子的摆设也都很美丽，因为在他中奖之前就已经收集了很多漂亮房子的照片嘛，所以他后来买房子呢，也就把它打扮得非常的好看。剩下的钱呢，就继续投资股票啦，因为他从16岁开始就会研究股票，而且他出社会的工作就是一个证券交易师，他好像现在就是完全靠投资在生活，他不需要去工作了。他给大家的建议呢，定期的去买乐透，只有买在你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，不要还没中乐透之前就变得很穷。第二个就是要当一个很正面的人，他每天都会跟自己说，我过得非常非常幸福，我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，每天，然后他就真的好几年来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。因为当正面的人其实也不用花任何钱啊，那为什么你要选择当一个负面的人呢？他说一定要当一个很正面的人。第三个就是你要把你的愿望写下来，你可以开一张支票给自己，也可以做一个愿景板常常看，一定要常常去接触你自己的愿望，你才会有办法实现它。如果你做一个愿景板或什么的，你一定要放在一个你会常常看到的地方。他是把他的支票放在床边，这样每天一定会看得到。再来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不管别人怎么样取笑你，或者说你是疯子，你都要在心里相信自己一定会中奖，忽略那一些负面的人。还有他说啊，中奖之后不代表你的运气就用光咯，因为很多人中一次之后又中了第二次，所以他现在正在显化第二次的中奖。那我们也祝福他吧。用吸引力法则中乐透系列，我们还有前2集哦，在这边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哦。我的频道呢就是关于吸引力法则，大家可以订阅一下哦，就可以看到更多这类型的影片啦。喵星人的赖贴图已经上架咯，链接在下方，也可以扫 QR code 哦，让可爱的喵星人陪你一起聊天吧。